试着想象，正当你在观看一部精彩的电影时，突然间你的身体就像是电脑被强制拔掉插头一样，一下子无法控制的直接陷入了深层的睡眠。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神秘又不可预测的睡眠障碍——猝睡症。猝睡症是一种慢性神经系统障碍，会导致患者在白天突然感到非常的想睡，就算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抗拒这种睡意。这种状态可能在任何活动中发生，无论是吃饭啊、聊天啊，甚至是你正在开车。猝睡症的症状还包括幻觉、幻听，患者也有可能会在刚要睡着或刚醒来时发生睡眠麻痹，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鬼压床。有时候呢，在患者大笑或者是其他强烈情绪下，比如说太嗨的时候呢，猝睡症也就会导致他突然间整个人失去肌肉张力，出现猝倒的现象。不过，也因为一般而言，患者呼吸肌肉不会受到影响，所以不会有呼吸困难的问题，很少会因此造成生命危险。目前猝睡症确切成因仍然不明大约每10万个人大概有25到50个人，而发生率在性别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首次发病呢，则通常是在患者的青少年时期。目前推测的病因可能跟大脑中控制睡眠和清醒的食欲素 orexin 缺乏有关。一般而言，当下视丘所分泌的食欲素与大脑中的特定接受器结合的时候，会产生兴奋的效果，帮助我们保持清醒和警觉。反过来说，当下视丘分泌的食欲素缺乏时，人就会突然的不由自主的进入睡眠状态，因此推断这就是猝睡症的成因。一般来说，正常睡眠分为非快速动眼期和快速动眼期2个阶段，这2个阶段会交替进行，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猝睡症患者的特点就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从清醒状态进入到快速动眼期阶段。为了诊断猝睡症，医生除了会安排睡眠多项生理检查，找出潜在的其他睡眠障碍，同时还会透过多次睡眠潜伏期测试去辅助判断。那这种检查的方式呢，就是透过多次记录观察患者的睡眠情况，来确认他是不是比一般人更容易进入快速动眼期，来提供诊断和治疗的建议。那这几年来的研究也发现那猝睡症的患者带有家族遗传性，与自体免疫跟基因都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是小孩患有猝睡症，那你患有猝睡症的几率就比正常人会多出20到40倍哦。虽然猝睡症目前还没有根治的方法，不过透过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家人亲友的支持，我们可以有效地控制它。医师通常呢会使用相关药物来让患者保持清醒和注意力，还有一些药物呢则是用来减少猝倒幻觉以及睡眠麻痹等症状。那除了规律用药之外，患者该怎么照顾自己呢？维持规律的睡眠作息，确保每晚充足的睡眠。小睡目的是让病人学会控制突然来袭的睡意，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都可能避免猝睡的发作。注意安全，例如开车的时候，猝睡可能会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车祸，要尽量避免进行危险活动。另外，适当的运动以及避免饮酒或者是咖啡因、吸烟或睡前吃饭，对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也都很有帮助哦。猝睡症对患者而言，可能就像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躲避球游戏，需要不断的躲避突如其来的睡意。但其实只要透过正确的知识和适当的管理，患者也可以学会与它和平共处，保持健康的生活。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之后的节目，我也会继续分享更多让你能够好好呼吸、睡个好觉的影片。请有兴趣的朋友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是刘文德医师，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